润了。OK。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比如打游戏啦，自己录一些视频啦，总不能用那种20块钱的麦克风吧？然后去找一找，就会发现500块钱的麦克风有，1000块钱的麦克风也有，2、3千甚至更贵的也有。这次正好我收到了森海塞尔寄来的一个还没有在国内发布的麦克风，叫 Profile USB。借这个机会来整理一下游戏直播应该怎么录音，如果想要一个好一点的麦克风，应该咋选？既然如此，我这期直接就用这个麦来收音吧。这回寄过来的这个麦克风是一个 USB 的电容麦，准确的说是柱集体电容麦，这个一会儿再说。构造真的很简洁，正面就是一些基本的静音、音量、软硬监听旋钮、监听音量控制。别的不说，这个做工是真的有点东西，可以说是我用过的调节手感最好的电容麦了。如果小伙伴们去找过的话，应该不难发现，对于需要正经录音的麦克风来说，一个比较合理的入门价格是500到1000多这个范围。但是选定这个范围之后，事情还没完。比如我们经常能看到电容麦、动圈麦、大振膜、小振膜，还有柱集体这些，确实有点眼花缭乱。我给大家理一理，别管这么多类型，归类下来，我们常用的只有2个大类，一个是动圈麦，一个是电容麦。这2种麦呢，也是各有优缺点。咱们先看一下动圈麦，一般 KTV 里面的那种一根棒子的麦克风就是动圈麦。这种麦克风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敏度低，也就是说声音会比较小。但是灵敏度低也是有优点的，它受到环境噪音就会比较小。小时候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不小心把这个话筒离音箱太近了，直接嗡嗡嗡嗡。要是 KTV 的麦克风太灵敏，那就得全程嗡嗡嗡了。而且打游戏的时候，动圈麦克风就没那么容易受到键盘的声音或者是所有的战争怒吼。然后就该看看电容麦了，那可真是鱼龙混杂。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啊，只要你敢搜大振膜，几百块钱的也敢给你说大振膜。但实际上很多压根儿就不是所谓的大振膜麦克风，甚至我完全不推荐入门的小伙伴用大振膜电容麦克风。这种大振膜麦的好处就是音质特别好，非常适合录制乐器和唱歌，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相对来说很容易坏，甚至有可能会受潮而影响音质，需要用特殊的48伏幻象供电，也就是这种卡农接口，灵敏度太高，导致它需要非常安静的环境，最好呢还得放在防震架上，在家里用可以说是相当麻烦了，入门小白的噩梦了属于是。一般家里面用电容麦，我会更推荐柱集体电容麦，这种麦音质也还不错，而且更关键的是它不需要那么多苛刻的要求。像是这个森海塞尔 Profile USB 麦克风，打游戏或者是游戏直播的时候，直接一根 Type C 插上，架好就可以用啦。相比于动圈麦呢，它更灵敏，也就能收到更完整的声音，直观上来说就是音质更好更清晰。所以要选择的话，如果环境比较恶劣，噪音比较大，那就可以选择动圈麦。如果环境没有特别吵的话，柱集体电容麦的麦克风音质会更好一些。有几个点让我印象蛮深，以往用这些灵敏度很高的麦克风，有时候会有震动和爆音，直接击穿队友的耳膜，就说要不要他送我一个麦克风，反向保护一下他自己的耳朵。想想看也是啊，要是怼着我的耳朵敲一下，我也受不了。而这个 Profile USB 麦克风呢，不能说完全避免，但是你看我像现在这样直接对着麦克风讲，也不会很喷，敲2下麦声，它也不会很刺耳。不过花钱光照顾队友的耳朵，这吸引力不够大。这款麦克风只用来玩游戏还是有点屈才，它更适合的用途还是稍微专业一点点的领域，比如游戏直播，简单录个歌、录个音什么的，音质可比耳麦好多了。体积也不算大，拿个包装好，带出去插手机、平板，随时播一段也挺不错的。这不得上号 K 2首？因为这个麦克风是心形拾音，也就是说主要拾取正面声音最大，背面的声音最小。如果是游戏直播，麦克风离人的距离稍微近一点，基本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噪音进来。这里再教大家一个骚办法 ，NVIDIA Broadcast 知道吧？如果你觉得打游戏的时候，观众还是能听到你的环境音、键盘声，你可以直接在游戏里的音频输入选 Broadcast， 敲键盘的声音都直接给你消掉。这里给大家试一下效果哦。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今天大家都吃了些什么呢？一般我们直播直接在直播软件中选择我们的麦克风作为输入源就可以了。这个 Profile USB 麦克风本身也是免区的，插上就可以用。这里还有一个对个人主播比较好用的功能，软硬监听旋钮。如果你的电脑端选上麦克风作为音频输出，我们把耳机插到这里，调到最左边就只能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调到最右边呢就是只能听到电脑的声音。这样就可以方便你个人在直播的时候检查一下设备，或者是录歌的时候调节伴奏和监听的比例。哈！
不过要说真正最好用的功能还是这个一键静音防止翻车。而且森海塞尔的这些设计是真的有点东西，就算是拆下来单独用这个麦，它也能调整方向，调节阻尼是真的很不错，我愿称之为苹果级阻尼。麦上面的按键也做静音处理，这个按键是软软的那种，按下去不会发出任何的噪音，提示灯超级明显。总之呢，我个人认为这个麦克风作为入门的 USB 电容麦是非常合格的，操作简单，做工优秀，对环境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音质还不错。现在国内售价还没有公布，小伙伴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Teddy，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